在玩的游客也会跟着一起，只要你是E人。大胆的挥下去就对了，好不好？迪士尼就是欢迎，就是跟大家跳起来。我也是会在挥啊。你猜看，我们今天这样做这样2晚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我知道，钱都你在付。好，那我们最后来东京迪士尼，整体来讲你给几分？除了排队之外，那就很杜烂排队。去安妮频道，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终于顺利归国了。打开行李箱那一刻的时候呢，瞬间啊，觉得好多东西要整理。不过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行程。我们这次行程的话呢，去日本啊，一共7天，可其实头跟尾都要去掉了，因为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头跟尾赶飞机，然后处理他们的事。那我们这次呢，去了2个最主要的地方，一个是东京市区，一个是迪士尼。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迪士尼的部分吧。第一个呢，就是迪士尼的饭店。你觉得这次住的那个迪士尼的 Toy Story 酒店，感觉怎么样？其实它的公设设施还不错，应该是说它的布景吧，他们的玩具总动员啊，就有代入感嘛，对不对？如果说假设小朋友是有看过 Toy Story 的话，去住应该是很有感觉的。对。不过因为我们小朋友呢，对 Toy Story 的系列整个不熟，不过看到那些场景什么的，他们至少知道说他们可以在那边陪他玩。哦，对，因为他们那个公司有个很大的公园，然后2楼有一些布置纸，所以每个玩具总动员角色都在里面。然后房间的话呢，也非常有童趣。我觉得好像日本的旅店的那个房间都不是很大哦，对啊，都还蛮小的。对，空间感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还好。那你觉得就是吃的方面的话呢？就是在玩具总动员的话，我觉得可能应该说每一间饭店的调味可能不太一样吧。我们住的这个 Toy Story 里面的话，我觉得餐点比较偏重口味，就口味比较不合适我了。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呢，其实迪士尼的酒店的话，基本上它所有的晚餐、早餐什么，全部都是分开订的。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看到旁边那些外围的周遭的饭店啊，基本上出去也都可以直接迪士尼的列车。所以其实基本上下一次如果有去的话，不一定要住迪士尼饭店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其他的饭店。那只是迪士尼饭店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提早15分钟入园哦。像我们第2天玩的时候呢，就有因为这样子呢，做到排队非常久的设施，然后就排的比较快。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那整体来说的话，我也觉得这次 Toy Story 来说是蛮不错的。不过其实不便宜哦，你猜看我们今天这样住这样2晚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我知道，钱都你在付。大概快2万台币，就是真的是不便宜，住个2晚，而且这不包含晚餐跟早餐，然后所有其他东西都是另外领的。迪士尼的时候，当下在花钱的时候还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感觉，回到东京市区之后就发现，哇，物价瞬间变便宜了，你知道吗？反正就是一个观光景点的价格嘛。对，因为便利商店的东西也比较贵嘛。对。可是到了市区才发现说，哦，原来正常价格是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迪士尼的东西还是比较贵，而且迪士尼便利商店我们已经觉得比较便宜了，因为比起它的那些 buffet 啊其他餐点来讲的话，迪士尼便利商店已经算便宜了。可是到了市区之后发现说，哇，原来正常价格应该长这样。讲一下这次在迪士尼玩2天的感觉，你觉得这次在迪士尼陆地的感觉，你对什么东西最有印象？对什么东西？我猜你一定最喜欢是游行。我觉得游行蛮有带动感跟带入感。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啊，他们很卖力的在那边引导观众们去做那些动作啊，一起去深入其境。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喜欢的，然后歌曲选的也很好。
对，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呢，第一天主要是走万圣节的行程嘛，所以就主要像是坏蛋游行跟那个光雕的那个 light show， 我都觉得很不错，就是万圣节才有的哦。我那时候问过其他当地的在迪士尼里面玩的人，他们说，其实迪士尼东京的话呢，最多的时候就是万圣节跟圣诞节，我们刚好去对那个季节。我想说，哇，怎么人可以这么的多？就是还是平日哦，人还是非常非常的。那我就觉得很酷。然后我觉得他们举办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我觉得游行是很有。现在再讲一下餐点好了，你觉得整体的来讲的话，你这样在吃这些餐点，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吗？贵。那我问你，你觉得你自己会觉得会比较想推荐的是坐在里面吃的这种，还是会想要去吃一些街边的，就是小吃？街边小吃，我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吃太多，并没有像别人可能很卖力的一间间排队，或者说我一定要吃到某一个推荐的。带小孩太不方便了，应该只有第一天在表演那一间是米其林波西米亚餐厅，那个是用另外订的哦，那个不便宜，那个这样3个蛋这样加起来18000日元，一个 set 餐，然后有表演，但我觉得他们灯光效果跟整个带动效果非常的好，很沉浸，对，这真的是大推。就是里面不是餐点特别，只是说边吃东西可以边看一个秀，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真的，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很推荐你可以带他去，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另外我要再讲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迪士尼这次让我惊艳到，就是它的 APP 里面啊，可以直接做行动点餐。其实我们第2天去的时候，我们餐厅其实基本上是先行动点餐完之后就可以过去，因为你没有去哪里不知道，你知道现场排队的人啊，大概排了你要等10个到20个之间，因为那时候人很多嘛。可是行动点餐的柜台是几乎是空的，只要你点那个时间过去，然后你按说你已经到了这间餐厅，然后他就会跑出那个号码，你就拿出那号码给那个人员看，他就是说他在准备了。那我们大概5分钟内就拿到餐点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其实很不错。餐厅的话也可以多用行动预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赞。不过我觉得像行动预点的话，它有个问题点出在于找位置这件事情，因为你的餐点可以提早就是帮你做准备，可是你的位置要自己想办法。对啦，但我觉得那时候是我们自己运气比较好，刚好遇到有人离开那个座位，才有找到位置，要不然其实基本上位置也都是满的。而且最外面还有人在排队，他没有用行动预点，可是他只能在外面排队，只能等。对，因为我们带小朋友出来，一个3岁1岁嘛，基本上他们的吃饭时间都是很规律的，我们就一定要在那时间就是要去餐，就不能说带着 take out 就在外面这样排队边吃，对，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对，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因为我们刚好遇到很热门的假期，所以这个的确找座位的地方要稍微留意。但是我觉得整个园区来讲是非常开心、非常欢乐的。要讲那个游乐设施了，你有没有对哪个整体这样子我们玩2天的游乐设施来说的话，你觉得最有印象，或者觉得特别喜欢的？我跟你讲，原本一开始是北冕，哦，是 Baymax， 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是美女野兽。为什么本来是 Baymax， 后来不是 Baymax？ 因为第2次排队太久，排的太突然了，是不是？对，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安妮呢是属于那种就不喜欢排队的。Baymax， 因为我们第1天去玩的时候，我们是前面排队太多，所以我就一直把它往后移到最后晚上，我们吃完晚餐之后直接过去排，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就玩到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玩到要等到晚上的烟火，就是晚上烟火前才去玩 Baymax 啊，所以基本上是很后面的。那为什么觉得 Baymax 很喜欢？我觉得他的歌曲还不错啊，就是喜欢现场带动的那个气氛，别人旁边在排啊，别人也会跟着他开始在那边挥手。那个很像很多人都在应援，你知道吗？一直应援，然后手会这样子嘛，这样挥来挥去，挥去挥去。而且 Baymax 的歌真的很好听，大家如果上网可以 YouTube 上面听一下。那因为影片版权的关系，在里面放的东西我是不会放任何歌曲的哦，因为我们影片还是要盈利，所以不会放任何歌。但是我真心推荐大家 YouTube 好不好？我把那个连接 Baymax 的那个专辑连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听听看，那些歌真的很动感，让我觉得有点像以前那个你知道吗？帕拉帕拉萨库拉是不是？他那个排队不会无聊，原因是因为一般排队不是就聊天吗？往前走，他们是排队的时候一直在放，你看像那个歌一直在放，一直放，然后大家就觉得很轻松、很开心、很洋溢的那种感觉。对，然后现场除了就是人员之外，在玩的游客也会跟着一起，只要你是E人。大胆的挥下去就对了，好不好？迪士尼就是欢迎，就是跟大家跳起来。我也是会在挥啊。回到刚刚讲，就是为什么觉得美女野兽是你觉得第1名？我觉得因为有太多设施，全部都是比如说坐车啊、坐船啊，然后好像巡回表演一样，带着你，然后去巡。他可能去看一个，可能都会基本上都是说哦，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走，或者是说哦，他可能是有哪些角色，或者是哪些重点，然后去把它做成一些场景，就有点像导览的感觉。我觉得《美女与野兽》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有那种比较4D 的感觉，它还含有比如说它要跳舞，你要有跳舞感觉。
觉，它就整个就人在里面，好像在旋转，边旋转，然后还边上下，就很像你真的在跳舞。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好。应该说，美女野兽我自己印象中没错，它应该有6个场景，6个场景的话都是我们做的很像咖啡杯那个装置，然后一边这样跟他们互，因为你坐的位置是不同的话，你都会面对不同的东西，然后就跟它做互。那因为我觉得其他设施他们大部分的是比较固定轨道的，就是每个人都走的方向跟范围都是走比较一致的。可是我觉得美女野兽它比较像是你会真的跟它每个区域的场景都会互动一次，而且那整个长度还蛮长，大概有2分多钟哦，所以其实很长。因为我觉得后来我们玩完美女野兽之后，还有再去玩小熊维尼，小熊维尼我就觉得感觉跟美女野兽有一点点像，可是我觉得太短了。是，它比较短，可是就我讲的，它比较少了，就是我讲做4D 的感觉。对，因为它的互动就很像是你就是一直看场景里面动来动去，可是美女野兽不是，它也是会转，对，可是它不会上下，它就只是你就是很单纯就知道它一直转来转去，差不多就这样子吧，就我觉得好像就差了点。而且那个美女野兽中间有一个光雕的转换，整个变成是整个全夜星辰的时候，那一幕我是觉得蛮梦幻的，很不错。对啊，然后带到他们一起就是跳舞的宴会，这样就很不错。小朋友一个3岁，一个1岁啊，所以不太可能所有设施都玩啊。我们就是基本上挑几个重点，然后去排人去玩，像那个什么飞剑山啊，那个什么云霄飞车，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玩，有升高限制就没有玩。所以我觉得里面的游乐设施真的很多，整个的园区其实很舒服，然后很好逛。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去东京的话呢，迪士尼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带小朋友去一次可能也不够啦，可能以后他们长大之后，突然间我都忘记小时候去玩什么地方了之后，3、4年之后可以去，而且他们都会有固定1、2个设施会在做整修，所以之后还会再翻新，所以会让有新的装置。去迪士尼也不一定都要去东京迪士尼啊，我们还可以去其他地方迪士尼。对啦，每个迪士尼有不同的设施啊。因为我上次去问，你知道我们去排名野兽，他前面那个我就问他说，你们美国佛罗里达是你没有这个美女野兽吗？他说有，可是没有像这个 ride 就是只是像这样，很像云霄飞车这样在玩那种感觉，在那边是没有的。所以每个园区其实都有它的特色跟有趣的地方。这样，好，那我们最后来东京迪士尼。整体来讲，你给几分？除了排队之外，就很杜烂。好了，因为我们没有用 BPA 啦，但是因为我跟之前去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你买了一次，就是 Fast Pass 之后，是所有设施能够抽就可以抽。可是迪士尼东京迪士尼是你只能针对第一个设施去付钱，不过呢，全部单项付钱。不过我可以啊，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可能我真的打不了分数，因为如果我自己要玩，我就会喜欢是比较有干扰的玩，比如说还要顾小孩，要什么那个是很不专心的玩，所以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我自己个人，就不是真的是为了玩而去的，反而是想要看看小孩在这样趟的旅程中，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表现，观察他们每一个行为啊，然后他开不开心或者是快不快乐这样子。其实第一天的时候我有点小担心，因为他们每一个游乐设施都1号表情，都完全无感。因为你没有跟你大女儿走在一起，大女儿就是很好玩的感觉。他只有到最后一个 Baymax 的时候，他才觉得好玩。对，他下来之后直接怎么样？好玩。对，所以他只有觉得那个好玩。在那之前，我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有一点点浪费钱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点门票不是很便宜？对，是不是有点白来的感觉？但后来还好，好玩，我就觉得好像也可以。然后一直到第2天的时候，他想要玩的东西就更多了，更想要玩的东西，觉得好玩的东西又更多了，然后更多有笑容的，我就会觉得，这一趟我觉得还就算是值得了。东京迪士尼的部分就很值得这样。那我觉得迪士尼是一个，不论你带几岁年纪的小朋友去，都会找到适合你的东西，适合固定一段时间就过去玩。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个人大概给8分啦，蛮推荐的。对，除了那个就是排队这件事情啊，我真的希望东京迪士尼一样可以跟美国直接做一次全部的 pass， 因为单项付真的算蛮多钱的。如果你游行要在前面排，是每个设施好玩的都要抽进去抽，哇不得了，这个钱真的是一下就可以喷掉3000块都不是问题，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好了，那我们就东京迪士尼篇呢先聊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呢有去过日本东迪士尼的话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哦，然后跟我们讨论一下最喜欢玩哪个设施。那我是瑞奇，我是安妮，我们这边先到这边啦，大家拜。拜。